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最近4、5年来，我有一些粉丝看我用这个菜板用的特别的得心应手，所以呢，很多粉丝想要买一块这种菜板在家里面用。然后呢，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现在想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幕后的一些关于菜板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接下来的视频我只讲它的缺点，因为它的优点你们都全部看到了，看不到的缺点，今天我带大家一一来了解，好吧？现在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厨房这个菜板的缺点了啊，大家要承受住。它的直径是50公分，我这个拿它的手都发抖。这个是24公斤，对吧？你别看这个是，以为这个是挂起来的，但这个不是，这个是它太圆了，用这个来提的啊。所以呢，没有一点力气的话，这个40-50斤的菜板还是很难搞得动，这是它的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呢，还是说它的体积。大家都知道，你们家里面的厨房可能一个台面的话都不是很大，那么宽的话就是放一个菜板，基本上把你们家操作台占满了，这是它的第二个缺点。好，我们现在来讲它的第三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就是这个菜板你长时间不用吧，可能会发霉的。我们就要准备一个消毒柜，这个消毒柜呢是紫外线消毒啊。杨涵把彩板搬过来哈，上面呢是放菜刀的哈，然后下面呢是放这个砧板的，来放进去。就是每天我们收工不用了都要放在里面消毒。家庭里面你不可能为了这个菜板去购置一个这个东西。好，这是它的第三个缺点。现在我们来讲它的第4个缺点了吧，就是专业厨房的这个菜板的保养问题。我们这个菜板你别看这么漂亮啊，这是我为了拍视频买的。那我拿几个我们真实使用的菜板来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专业厨房里面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松木菜板哈。它真实使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是用来平时剁东西的，它这个面很糙的。下面我就拿几个没有保养好的菜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尺子是要见人的，这个菜板呢，大概用了1年多，就是放在兜山疏于管理，看到没？这些都是霉，还有这一面也是霉，因为呢，它经常在比较干燥的地方没有使用，然后呢，它这里裂了一个口，你看，我的手都能够放进去。综合这些菜板的缺点，我建议大家不是资深玩家或者不是特别有经验的话，我不建议用这个菜板。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专业厨房用的一个凉菜菜板啊，这个是胶的啊，是塑胶的。这个菜板呢，我们只用来切凉菜，所以我们酒店里面3种菜板，一个切，一个剁，还有一个凉菜菜板。最后跟大家直观对比一下我们厨房的菜板跟你们家用的有什么优势。这个就是很直观的哈，家里面大概都是用这么大的一个菜板。这个切菜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切菜的时候，它在上面要动啊！你看我们这个菜单，你就是可能用力推它才会动，是吧？它这个稳定性就不在一个档次了。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子解决这个不稳。这个是一张普通的毛巾，把它垫在上面，把这个菜板放在上面，垫一个之后，你再切菜，它就有了摩擦力之后就不会怎么去动啊。但是呢，像这种菜板都不建议你们去砍。如果在家里面用哈，来，我建议大家选用这种圆的横切面的一个菜板，这种来，又可以切又可以剁，然后呢它又比较受力。你看，就算哪怕我们不垫这个，你看，想切什么它都可以。这个是横切面的，它是一棵树。这个呢，可能是竹子，有可能是木头，它是拼接的，它不稳。然后这种的话也要分材质哈，像这种比较软的，就比较适合切，然后剁。当然硬的话就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我们这个松木剁下去之后，拿出来，这个刀口马上它就愈合了。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剁下去之后拿上来，这个刀口一会儿它自己就愈合进去了。你看这种硬的菜板剁下去之后，一个缝，它可能很久都不会愈合回去。这个菜板也是一样，剁下去之后，
你再拿出来，它这一个它就永远不会合拢。所以菜板建议大家买材质稍微软一点的横切面的。第一不伤刀，第二个呢也比较稳，第三个呢安全性比较高。这个就算了吧。长得漂亮的不是，怎么说长得漂亮的呢？看起来美好的东西不一定真的适合你，因为再美的东西有它的缺点。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